我闺女是圈里出了名的重度恋爱脑，医生只是给她看病，她问我，医生是不是心疼我？男同学随手帮她拧个瓶盖，她把这件事当成命中注定，结了婚更是把那只会画画的老公当成天神下凡。今晚女婿莫名其妙带回个19岁的女学生。师母，我真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我爸要送我进厂，说再学美术就打断我的腿，我实在不敢回家。师娘，我真的很想考上美院，想再拼一把。林芷是我负责的学生，压力大，你多照顾些。住哪儿？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3室1厅的房子，主卧你俩住，次卧我住着，最小那间都堆满杂物了，根本腾不出客房。妈，这事我和南一商量，您别操心。行啊，我把书房腾出来就是了。高考是人生大事，咱们做长辈的当然要支持。既然来了，就踏实住，安心备考。缺啥就跟师妈说。南一，那书房是当初特意留给你办公的，装修的时候说的清清楚楚，那是你的私人空间，怎么能……还是老婆大人通情达理。你们签一下。这是什么？自愿申请借宿说明。生活习惯、饮食作息、接触范围。南一，用得着搞得这么正式吗？弄得像签合同似的。老公，人家也是想多了解了解，好照顾她吗？再说了，她一个小姑娘，你是男老师，万一有人说闲话，影响的是孩子一辈子。师母，你是不是嫌我住在这儿添麻烦了？怎么会？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安心住，别想太多。闺女，你别犯傻。妈，您看出什么了？我也走近了才看清，那姑娘看着白净，其实那是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粉。妈，我当然看得出来。她一进门，先看陈浩，再看家里摆设，最后看我手上的戒指。一个说来拜考的学生，书包却一本书都没有。那，妈，我已经让助理去查学籍和流水了。这种人不是来借住的，他是借着住进来，抢人来了。老婆，这是林芷妈妈，她丈夫常年家暴她，在那地实在待不下去了。闺女，你瞧瞧这女人生得这么壮实，哪里像个常年被家暴的人？看那眼神，精明的很。好啊，当然欢迎了。师母，最近集训压力太大了，我老是睡不着，总感觉心里闷得慌，喘不过气。南音啊，孩子这样，我也吃不下睡不好，心里跟着难受。你看能不能换一个房间？书房根本睡不下2个人，哪有多的房间？处处这么挑剔，不爱住就出去。妈，您这说的什么话？人好歹是客人，你将人赶出去什么道理？主卧朝南又宽敞，让林芷和她妈住，我睡客厅，南音睡书房，或者跟妈睡次卧，就这么定了，别让客人受委屈。可以。早这样懂事，哪来这么多麻烦？你这话是说给谁听呢？毕竟是客人，该让的我都让。你把南岩的东西都扔出来，陈浩的却一样不动，你什么意思？男主人的东西我们自然不能乱动，陈老师要用进来拿就是了。妈，算了，不就是一间房吗？忘拿书了，拿支笔。陈老师，您真有我，讨厌。南音，你看看，这都第几趟了？拿书、拿笔、拿充电器，他每天进主卧7、8趟，像话吗？内裤落屋里了。拿个内裤要20分钟。小陈，什么东西要拿这么久？阿姨，你别误会，陈老师只是路过看见我在画画，他教我美术技法。陈老师这么负责，现在好老师不多了，我们直至能遇见他是福气。教技法，教了20分钟，这纸上就寥寥几笔画了个空气啊！真的啊？我老公这么优秀吗？老公，你也太有魅力了，我真是越来越爱你了。你看，果然还是那个傻子。妈，你看，这是咱家的监控。来了，快进去吧，纸质都等齐了。你帮我看着点书房那边的动静。我去找他们说清楚。妈，收网前要耐心。这不
不是南音的香水吗？怎么在你们手上？南音大度，说借给我们使使。阿姨，这烟我火候真好，我也补补。别动，让他们拿。我最近没灵感，想换个穿衣风格。老师说过，艺术要突破束缚，对吧？师母不会介意吧？我们只知学艺术，跟普通人不一样。南音这么大度，肯定懂。学艺术就那么不要脸了，穿成这样给谁看呢？年轻就是好啊！来，师妈给你拍个照片，也是个纪念。老公，你要不要和小林一起照一个，也好让别人看看咱们对学生有多好。我突然觉得有点冷，我回去换一件。闺女，干得漂亮！陈老师，对不起，我刚才做噩梦，太害怕了，把主卧里的结婚照打碎了。碎了就碎了，人没事就行。那年的婚纱真的很白，相框碎裂的瞬间，我仿佛听见青春落地的声音。照片会碎，可感情不会。陈浩真疼老婆啊！陈哥，赶紧给嫂子还原结婚照啊！多宝贵的照片！老公，你看，亲戚朋友都夸你疼老婆呢。哎，陈浩，连你们学校领导都点赞了，还评论说你是模范丈夫。这张照片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啊！你会恢复的，对吧？当然。上次那套婚纱照重新加急做一套，相框要原来的进口水晶，对，还是3万6那套。南音，你疯了！老公买单的样子真帅，朋友圈的那些人都羡慕死了。行了，都回房间去吧。明天我已经约好医院，心理科、睡眠门诊全套检查，我陪你去好好检查，不让身体耽误学习。有病，我们就得好好治治。师母不用了吧，我就是学习压力太大，没什么大事，这点小事真不用去医院折腾，睡一觉就好了。那怎么行？你做噩梦把我婚纱照都砸了，这么严重，不查清楚我怎么放心？哟，王婶儿，早啊！早啊，南音，这小姑娘是瞧着面生啊。王婶儿，这我老公的学生，我老公心好，女学生家里困难，他直接带回家照顾。吃住都安排在我们家，还带她去看病。带回家住，这老师把女学生领家里吃住，他无论多晚都坚持辅导，多负责啊！这样的好老师现在不多了。是不多见。这种好老师啊，就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南音妈，你闺女是不是太单纯了？哪有老师把年轻女学生往家里带的？你可得看紧点儿。嗨，王姐，你们多想了，我女婿是真好，大家也不要瞎猜了。我女婿说了，是纯洁师生情，大家帮忙多宣传宣传。这种好老师就该让大家都知道。听说了吗？3号楼那个画画的小陈领了个小姑娘回家，早传开了，南音还傻呵呵给人看病呢。这小姑娘心思正啊。陈老师，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你满意了？老公，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有多负责，怎么就成败坏名声了？明天在社区活动厅办个小型画展，哼，让邻居都来看看，林芷就是我的学生。老公，既然是要证明，当然人越多越好。哎呦，你们快瞧瞧，我家芷芷这画法，这构图，简直就是艺术天才啊！这画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各位，百忙之中请大家来，是想说明2点：第一，林芷是我重点辅导的得意名本；第二，最近社区里那些流言蜚语全是天大的误会，我们就是纯粹的师生。陈老师，等一下。陈老师，我们查过名单，林芷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也没在集训班见过他呀。对呀，复读班就那几个人，谁认识他呀？他今年落榜，准备走成人高考，我们之间只是单纯的师生情。师生情？那就请大家一起看看，到底是哪一种师生情。关掉！快给我关掉！那是隐私！苏南音，你疯了！陈老师，别激动啊！您刚才不是说问心无愧吗？既然是误会，正好趁着领导们都在，让大家帮您看个清楚。放开我！苏南音，你这是侵犯名誉权，我要告你！既然你们觉得第一段视频是误会，觉得我在报复，那这一段
你们又打算怎么解释？哎呦，这亲妈大半夜站在门口，这是在给人放风呢。这姿势，这眼神儿，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芷铮，我来了。陈老师，你怎么才来？假的，全是假的！苏南音，你为了报复我，你就是故意找人合成的。合成的？这看着不像啊。你好好看看那个视频清晰度，那个角度，哪个监控能拍这么清楚？你们能信他？现在的技术这么发达，换张脸还不简单吗？你就因为我带学生回家，你就这么恨我？你连这种自毁名誉的东西都做得出来，你太狠了！是妈，你怎么能这样泼我脏水？大家伙评评理呀！我闺女才19岁，那天晚上她是做了噩梦，吓得喘不过气。陈老师是为人师表，听见动静才进来安慰几句。我这个当妈的就在门口看着呢，怎么到你嘴里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了？陈老师是怕我压力大，他真的是个好人。看，那是3点多了，快看，他妈手里拿的是什么？大家注意看红包的边角处。大半夜3点多，学生家长给老师塞银行卡，这又是哪门子的师德？这，就是你口中那单纯的师生情。陈老师，这汗出的是利泳池空调坏了，还是心里虚的发烫啊？苏南音，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大家别听他瞎八话！你们瞧瞧啊，这城里人欺负死人了！就看着我们母女俩是从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没根没底，就合起伙来脏心烂肺的欺负我们！我砸了你这个害人的玩意儿！你别碰！怎么着？心虚了想销毁证据？大家都睁着大眼睛看着呢。这是文明社会，你撒泼打滚给谁看呢？把剩下的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查到的林芷同学的真实情况。学籍查手显示，林芷去年就已经从原学校退学，目前档案处于在定状态。退学了？近1年的报考系统中，查不到林芷任何复读报名记录，更没有所谓的成人高考预报名。这是陈浩先生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陈先生每周都会固定向林芷的个人账户转账。这备注写的什么？备注统一是材疗费。截至昨天，转账总额共计87000元整。陈浩，你还有良心吗？当初我想让儿子进你的集训班，求了你多少次？你说名额已经满了，费了好大劲才给我匀出一个位置。你收了我家3万块钱，信誓旦旦的说是封闭集训，吃住都要最好。结果呢，我儿子在那啃冷馒头，你把这钱拿出来养这个女的，这简直就是诈骗！拿我们孩子的未来当垫脚石，不要脸！老师，上周我通宵画到凌晨3点，求你帮我改一笔构图。你说你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让我自己领悟。原来你的时间都在这里，陪他逛街，陪他开房，给他转账。陈浩，家长的话你听见了，学生的话你也听见了。关于这87000的材疗费，关于这并不存在的师生情，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苏南音，夫妻一场，你就这么狠心？你冷眼看着我跳坑，看着我身败名裂，你心里是不是特别痛快？你早就算计我了，对吧？从林芷进门的第1天起，你就装出一副大度窝囊的样子，其实你就是在等今天，你在等这一刻把我踩进泥潭里，是不是？陈浩，你还要不要脸？你自己做下这些畜生不如的事儿，反倒怪南音算计你。就是，陈浩，你弄错了一件事。你什么意思？林芷进门那天，我让你签借宿说明，那是给你划清界限的机会。林芷砸碎婚纱照那天，我让你补办，那也是给你认错弥补的机会。我带林芷去医院看病，那是给你坦白真相的机会。陈浩，你看，我不是给过你很多次机会吗？这些机会，你一次都没要，是你每一次都选了最龌龊的那条路。他这种人不配提机会，还钱！陈浩，把我们的血汗钱还回来！还钱！送他去坐牢！都散开！谁是陈浩？是陈浩。有人实名向我们局里举报，你在任教期间违规私设补习班，收受家长巨额费用。此外，你还涉嫌虚假扩招、伪造录取绝额，以及与多名女性学员保持不当关系，严重违反职业操守。实名举报，
陈浩，由于涉嫌数额巨大的经济诈骗和违规办学，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呸！多行不义必自毙，活该！完了，全完了。同志，你们可要给老婆子做主啊！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啊！都是这个姓陈的，是他一直拿负责人的身份忽悠我们，说在沈肯花钱肯定能帮我女儿走后门进去。他还说他老婆南音是个十足的恋爱脑，又蠢又好骗，只要让我们住进他家里，迟早能逼南音离婚分家产。同志，你们瞧瞧我女儿才19岁啊！陈浩这个畜生，他利用负责人的身份威逼利诱，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全是他逼我女儿做的。我女儿胆子小，不从他就说要毁了我女儿的前途。哟，这刚才还浓情蜜意呢，这会儿就开始大难临头各自飞了。蛇鼠一窝，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南音，这母女俩翻脸比翻书还快呀！妈，这就叫利尽而散。陈浩这棵树倒了，他们自然要找下一个能保命的坑。你胡说什么？你个疯婆子！我胡说！陈浩，你摸着良心问问，那些家长的钱是不是你收的？名额是不是你打包票的？事情不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吗？你说带我女儿来城里见世面，明明是你们母女贪得无厌。芝芝，你说，当着大伙儿的面，当着工作人员的面，你把这畜生私下里怎么说的，一字不落吐出来！你说，陈老师确实说过，他说师妈，说南音师妈就是个十足的恋爱脑。他说师母会心甘情愿上杆子服务他，无论他在外面干什么，无论带谁回家，师母都不会发脾气，好哄得很。陈老师说，只要我装得可怜一点，再怎么折腾，师母也绝对不会赶我走的。人面兽心，拿着老婆的温柔当软弱，这种烂人就该蹲大牢。南音啊，你听听，你这一片真心真是为了狗了。陈浩，原来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这种好哄的蠢货。南音妈，你没事吧？快坐下顺顺气儿。我没事儿，我就是心疼南音。他从林芷进门那天起，这家人就把我女儿当成傻子在耍呀。南音，你别信他们，这俩人是看我要倒了，故意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他们想甩锅呀。南音，你要相信我，我真的只是看林芷复读不容易，我那是可怜她，我是猪油蒙了心，我是一时糊涂被他们母女引逗了。但我发誓，我心里从来没想过要害你，我们几年的夫妻感情，你不能这么看我毁了呀。陈浩，你有没有害我？不是你说了算，而是法律说了算。走，有什么话留着回去说吧。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教育局已经停了我的课，学校也让我回来等处理。南音，我的事业全毁了，我现在只有你了。我就是虚荣心作祟，我就是享受被那些小姑娘崇拜，被她们当成天神一样的感觉，我那是猪油蒙了心。但我发誓，南音，我跟林芷真的没什么，我就是指点她画画，那些钱也是我怕她没钱买材料，我一时糊涂才借她的，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啊。没什么，陈浩，你这张嘴是抹了石灰吗？真能白活啊！没什么，你大半夜1、2点不睡觉，穿着睡衣往人家小姑娘的主卧里钻。没什么，你会让林芷他妈跟个看门狗似的，大半夜死守在门口给你放风，你管这叫清白？我看你不是虚荣，你是骨子里就烂透了。拿着南音的钱，住着南音的房，转头就把狐狸精领进门，你还真当南音是没脾气的菩萨啦？南音，你说话呀，你以前最疼我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不用跪了，既然回来了，就把正事办了。协议内容很清楚：第一，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你必须净身离户。南音，这……第二，车是我买的，我也要收回。第三，你名下那个培习班欠下的所有债务、场地费、家长退款，由你个人全部承担。最后，这段时间你背着我偷偷转给林芷的那8万7，在法律上属于你个人过错支出，我会全额追退。苏南音啊，苏南音，你可真是够狠的！你以为我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这些年陪你演那个温柔丈夫，我也演够了。每天对着你这张脸，我也快吐了。我可以，但这房子必须分我一半。你做梦！那是南音的婚前财产。老太婆，你也得给我滚出去！这房子只要我还没搬，我就是主人。苏南音，想让我签字，要么分钱分房，要么大家就这么耗着，谁都别想好过。你看是我这个光脚的，怕不怕你穿鞋的？林律师，对方拒绝协议离婚，并提出了不合法的财产分割要求。离，必须离！我看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按之前的备选方案，直接走诉讼程序，顺便帮我把申请财产保全的文件递上去。财产保全？苏南音，你敢？陈浩，
我敢不敢？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我是你老公，你这么做是想把我往死里逼。你可以试试，看看在这场官司里，你最后能不能拿走我的1分钱。陈先生，法庭已经受理了苏女士的诉讼请求，并在半小时前对你名下的资产进行了保全处理。冻结了，全冻结了。苏大爷，你这个疯女人，你这是要断我的生路！你还有脸叫？那是你该得的报应。躲啊，继续躲啊！林芷，你妈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这会儿缩在里头当王八了？芷芷，咱可千万不能开门，外面陈浩正发疯呢。妈，我怕。南英姐，查到新东西了。陈浩违规办学的账目远不止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几笔。什么意思？他以前就干过？对，根据银行流水和部分家长的实名反馈，过去3年里，他至少收过6个家长的钱。他打的名义全是保过、保录、内部预留名额。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这些家长交的所谓诚意金，加起来总额可能已经超过了70万。70万！陈浩，你这是在犯罪！你哪来的胆子？南英姐，还有一件事很关键。说，在这些流转的资金里，我们发现其中有一笔金额不小的钱，并没有经过陈浩的账户，而是直接转到了林芷母亲的个人账户名下。没有的事儿！南一，你少在这信口开河！什么转账？那是陈老师还我们的钱。还钱？陈浩欠你们什么钱？我们家芷芷一直跟着陈浩学画画，那是之前交的学费，后来不学了退给我们的，退钱不是天经地义吗？所以你的意思是陈浩的账户没收过钱，你的账户才是收款方。退学费？我助理查过所有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内网，林芷根本没在陈浩名下的班里报过名，连个档案都没有。一个没报过名的学生，哪来的学费可退？我不懂你说的这些档案不档案的，我一个没见识的农村女人，哪知道你们城里这些弯弯绕啊！反正陈浩给钱了，那就是他还的债。南雨，你现在有钱有势了，就开始欺负我们这没根没底的外地人了。你想把这脏水往我身上泼，门都没有。阿姨，您懂不懂法律没关系，但根据我国刑法，涉案金额巨大且资金流向明确的，属于重大嫌疑。既然您说不清楚，那就让警方来查。账户流水是死的，他永远不会说谎。妈，求你了，别说了，咱们回屋吧。别说了，凭什么不说？陈浩，你个没良心的东西，这主意全是你出的。你疯了！闭嘴！我闭什么嘴？当初是你亲口跟我保证的，你说只要进了苏南英的家门，哪怕被发现了，苏南英那个恋爱脑也只会拿钱消灾，摆平一切。你再胡说八道一个字试试！你还说苏南英这种人最爱面子，只要咱们把事情闹得似是而非，他为了名声绝对不敢把事情搞大，只能乖乖被咱们拿捏。现在出事了，你卡被动了，就想把脏水往我们娘俩身上泼，自己一个人跑路，你想得美！我让你闭嘴！你个没见识的疯婆子，想死别拉上我！南一，你听见了吗？他们竟然从一踏进这个家门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你，这哪是借助啊，这是步步为营，要把你一点点算计进死局里，连皮带骨都要把你吞了。需要我报警吗？陈浩，你给我出来！你有种骗钱，你有种开门啊！别躲在里面不出声，今天不把话交代清楚，谁也别想走。南一，你给评评理。陈浩当初拍着胸脯跟我说，他在省美院有内部资源，只要交了钱就能保我儿子拿个保底名额，那可是12万啊！我们家砸锅卖铁借了钱给他的，现在名额在哪儿？我女儿跟他学了半年，他说要搞什么封闭集训，把孩子关在画室里不让出来，结果呢，课没上几节，钱1分不退，他根本不配当老师。我还以为老师是真的器重我，原来全是为了钱。人呢？陈浩在哪儿？躲在里面反锁了，缩头乌龟一样，半个多小时了都没动静。陈浩，你躲得了一时，躲得了一世吗？你看看外面这些孩子，你良心被狗吃了！各位，先停一停。踹门解决不了问题，陈浩躲在里面不会变出钱来。想解决问题的，坐下。姓名、转账金额、转账方式，一个一个报，我一笔一笔登记。苏老师，你登记了，是不是代表你现在就还钱？只要你能把那12万还我，我立马带着孩子走人。这些钱我1分都不会替他还。你说什么？你不还？你不
不是他老婆吗？你们这家人跑得比谁都快啊！你凭什么说不还？不是的，你。陈浩骗来的钱从未进过家庭共同账户，全进了他自己的银行卡，甚至还有林芷他妈的口袋。法律上，这属于他的个人债务。在这段婚姻里，我也被他掏空了积蓄，霸占了房产，我也是受害者。但我不会躲，我会把搜集到的所有证据全部交给警方，该谁承担的法律责任谁就去坐牢，该谁赔偿的钱一分也赖不掉。我会配合你们，把这笔钱追回来。你看南音，她真的不一样了。以前只觉得她围着陈浩转，没想到主意这么正，是个能顶事儿的。是啊，她不再是那个恋爱脑的小姑娘了。我女儿是真的长大了。下一个谁来登记？我先登记吧。大家好，我实在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了。我只是一个想学画的普通女孩，家里穷，没背景，只想考个好学校改写命运。可是我被有钱人逼到没路走了。他们家有权有势，就因为我住在老师家里复读，他们就往我头上扣帽子，说我勾引老师，说我不检点。现在的人太恶心了，欺负贫困生有瘾吗？知识小姐姐，这种女的就是嫉妒你年轻漂亮吧？人肉他们，我查到了，这一家人竟然就住在我隔壁小区，姓苏。南音，你快看，这丫头疯了，她在网上带节奏，这帮网友连咱们家住哪儿都给扒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明天出门都得被唾沫星子淹死！你快想办法呀！妈，别急，让她继续演，站得越高，摔得才越惨。她都在那儿说自己是尊敬老师，你听听那些人骂你骂得多难听。我只是尊敬陈老师，他是我生命里的光，是他帮助我。林芷，你说你是被逼到没路走的普通女孩，你说你只是尊敬你的陈老师，你说你是清白的，你敢当着这几10万网友再把这话重复一遍吗？既然你记性不好，我帮你回忆一下，你们母女私下里是怎么评价这段师生情的？妈，苏南音还真好骗，我随便掉几滴眼泪，她就真把我当成受气包供着了，真是个重度恋爱脑。那是，她那老公也挺舍得给你花钱，那些名牌包和首饰你可得拿稳了。那是自然，等她跟苏南音离了婚，我先让她给我买套房，这城里的房子才叫家呢。苏南音那傻女人就等着净身出户吧。我操！惊天大反转，这哪是女学生，这是吸血鬼啊！还想让人家净身出户，这女的演技去考什么美院啊？直接拿奥斯卡吧，太恶毒了！快给我关掉，那是伪造的！苏南音，你不得好死！别费劲儿了，直播平台已经接到了实名举报，在调查取证完成前，你的权限被锁定了。看他那副鬼样子，这回是真出名了。这叫公开处刑，他应得的。谁是林芷？还有你，我怎么了？我们也接到了相关银行流水异常的举报，关于你名下多个账户的巨额资金来源，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说明清楚。南音，这回是真的彻底收网了。多行不义，这才是刚开始。陈浩，你躲在里面算什么男人？我告诉你，那些事儿是你指使的，钱也是你拿了大头。你想让我一个人扛，你做梦！只要我进去了，你也别想好过。里面怎么了？那是某些人被吓破了胆，连站都站不稳。去哪儿？我回学校说明一下情况。林芷的事闹得太大，我得去跟领导解释解释，别让他们误会了。学校昨天下午就已经下了正式通知，停了你所有的课。现在是清晨6点。陈浩，你这么急着出门，是想找哪位主任串供，还是想去销毁查到的账册？苏南音，你非要把我逼死吗？林芷母女都被带走了，你现在满意了？我承认我一时糊涂，可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我都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一点，给我一次机会？非要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才开心吗？男人都会犯的错，陈浩，别侮辱男人这2个字了。别的男人犯错顶多是糊涂，你这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坏。拿着我闺女的钱去养小三，还想合谋吞了这房子，你管这叫犯错？这叫丧尽天良。那都是误会。听见了吗？机会不是求来的，是做人的底线换来的，而你早就没底线了。南音，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妈说的也没错，我是混蛋，可你真的要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全抹杀了吗？
你忘了我当初是怎么追你的？那时候我兜里只有10块钱，也要走半座城去给你买你最爱的甜豆花。你还记得我们的结婚照吗？拍照片那天，你拉着我的手，在那棵许愿树下说，这辈子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永远相信我，支持我。陈浩，你说的这些，我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就好。南音，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正是因为我都记得，所以我现在看着你这张脸，才觉得反性、恶心。好，苏南音，算你狠。既然你非要撕破脸，那咱们也别讲什么情面了。既然私了不了，那就法院见。你也别以为只有你有监控，这些年我在这个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手里也有证据。他还有脸提证据？南音，你看他那个鬼样子，这才是他的真面目。让他去，法官看的是转账记录和犯罪事实，不是看谁会演戏。他怎么敢这么写？南音，你听听他说的这些鬼话。他说这套房是婚后共同还贷，要求分割1半房产。他还说他在这个家里付出多年，是我们全家在吸他的血。最不要脸的是这句，他说你长期对他冷暴力，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精神崩溃。南音，他甚至连我也告了，说我长期非法干涉你们的夫妻生活，要求法院判决我和你一起滚出这间房子。这可是你的陪嫁房。妈，别气了，看他写的这些词儿，精神崩溃、干涉生活，他这是急了，急到开始不顾逻辑，像条疯狗一样随口乱咬人了。苏女士说的没错，法庭上看的是证据，不是故事。这套房的首付款和后续全款来源，我们手里有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全都指向您的个人公证。当初你们做的具有压倒性的效率。那他说的那些还贷记录呢？那是他自愿承担的极小部分生活支出，在法律上根本够不上分割房产的条件。按照目前的证据，他顶多只能拿到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补偿款。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手里握着他婚内出轨、涉及诈骗以及非法向第三者转移大额财产的完整证据链，还有那8万7的转账记录。对，法院在处理离婚纠纷时，会综合考虑越高，被法律制裁的时候就摔得越惨。那就好，我还真怕这无赖把咱们赖上了。让他折腾吧，法庭就是送他的最后一站。调解员同志，我承认，在这段婚姻里，我确实有处理不成熟、不理智的地方。但南野他性格太强势了，在这个家里，我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他从来不给我身为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至于林芷那件事，真的只是普通的师生辅导，是南雨捕风捉影，故意在社区画展上把事情放大，甚至引导舆论来毁掉我的事业。在法律层面上，我没有实质性的原则过错，我只是想寻找一点创作上的理解。苏女士，对于陈先生的说法，你有什么回应？陈先生说完了，那现在听听我的。第一，主卧监控录像记录了陈先生半夜进出女学生房间的所有细节，那是教训。第二，这是近3年的银行转账记录，包括给林芷及林芷母亲的非法赠与。第三，手机恢复后的所有暧昧聊天记录。苏南一，你。第四，数十位受害家长的联合证言，指证陈浩利用师生名义进行诈骗。第五，林芷直播完整录屏，证明陈浩参与合谋诽谤。最后，还有一段你撕毁离婚协议书后疯狂威胁我索要房产的现场录音。陈先生，这些证据里你打算怎么解释？陈先生，针对苏女士提供的监控视频、转账流水以及这份详细的清单，你确定还要坚持刚才那种为了尊严和只是普通辅导的说法吗？调解员同志，您不能只听他的一面之词。这些所谓的转账，最多算是我在培训过中产生的质量纠纷，退不退钱那也是民事范围。至于林芷他妈账户里那些钱，那是他自己跟家长谈的，我哪知道他们私下怎么交易，跟我陈浩有什么关系？陈浩，你这甩锅的本事见长啊！把情人推出来顶葬，现在连丈母娘都不放过了。是，我是苏女士的委托律师。什么？好，我知道了。苏女士，刚才接到派出所那边的通知，警方根据家长的补充材料，突击搜查了陈浩的个人画室，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隐藏的电子账本，里面记录了过去3年每一笔诈骗款项的真实去向。更重要的是，电脑里还存着几份伪造的省美院推荐函模板，公章扣得清清楚楚。调解员同志，这已经不是陈先生口中所说的培训质量纠纷了，这涉及严重的刑事诈骗和伪造公文罪。不可能，那电脑有密码，谁给他们的权利？谁让他们私自乱动我电脑的？陈浩，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在怕什么？是在怕警方查封的那台电脑，还是在怕电脑里那些你自以为藏得很深、永远见不得光的账本和模板？苏南一，你别以为找个律师在这胡言乱语就能吓住我，那是我是艺术资料。艺术？陈浩，你管伪造推荐函叫艺术？你管骗人家家长的血汗钱叫艺术？我看你这脸白的跟死人纸一样，分明是心虚的快断气了吧？喂，陈浩，出大事了！林芷被抓进去不到2个小时，全招了。林芷为了自保，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头上了。他说那些伪造的美院推荐书全是你从网上找模板打印的。他说那些骗家长的套话全是你手把手教他妈去说的。林芷说是你让他妈在前面收钱，你在后面出主意，说苏南音是个恋爱脑，好拿捏。陈浩，警察现在往你那边去了，你自求多福吧。看，陈浩，这就是你费尽心思教出来的好学生。陈浩，这回你打算怎么跟法官解释你的师生情啊？陈先生，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调解的必要了。陈浩，这是刚核实的一批转账，这些家长交的所谓保路费，一部分进了你账户，一部分转给了林芷他妈，剩下的10几万被你分批次提现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警察同志，我那不是诈骗，我只是手里有资源，介绍学生和家长去对接，那些钱是劳务费，是他们自愿给的。自愿？那这些伪造的美院推荐术怎么解释？那个真的只是教学示范，我是教美术的，我得告诉学生名校的推荐函长什么样，让他们有个奋斗目标。那些章我也只是为了让示范看起来更真实一点。陈浩，你当我们是傻子吗？你把假公章都刻好了，还发给了6、3个家长，骗了人家几10万血汗钱，你管这叫示范？你见过谁家示范是拿着假公章往白纸上盖，然后换真金白银的？南音，刚从派出所那边得到的消息，陈浩这次想出来难了。怎么样？他认罪了吗？陈浩还在死扛，不过警方已经正式按涉嫌诈骗立案了。目前的核实金额还在警方的家长越来越多，证据链有转账记录，还有他画室电脑里的伪造模板，加上林芷母女的证词，他承不承认已经不重要了。他不会死心的。像他这种自负的人，不到判决下来那一刻，永远觉得自己还有翻盘的机会。南音，你快看，这帮人简直是丧了天良！这上面把你写成一个变态控制狂，说你利用家里的臭钱打压丈夫的艺术梦想，陈浩倒成了怀才不遇的苦情画家，林芷竟然成了被你逼疯的天才少女，真可怕！有钱就能随便玩弄普通人的命吗？可怜那个学美术的小妹，被逼得在直播间发疯，太惨了！你看这下面骂的有多难听，甚至有人在人肉咱们家的地址。是他，这种无赖他都进去了，还有心思搞这些歪门邪的，对不对？妈，别急，他这是想利用舆论施压，不过他忘了一件事。他找水军买热搜、买营销号的这些钱，走的是他还没被查封的一张副卡，而那张卡里的每一分钱都是陈浩付款的流水图发过去。如果不撤掉这家长这些造谣文章，平台就是同谋。明白，南一姐。律师函不要发，那是浪费时间。告诉他们，这些钱涉嫌赃款洗钱，直接发官方声明。已经准备好了，警方立案回继，教育局的停课正式通报。把那天那6位家长的联口成人录屏也挂上去。既然他们想闹大，我就给再添点柴。南音，还是你这招狠！你看，网友们全转过弯了。我操，陈浩这哪是画家，这是伪造公章的诈骗犯啊！林芷母女合谋骗钱，刚才谁说她是天才少女的？出来挨打！陈浩以为泼脏水能保命。其实他只是在给自己加重刑期，还利用赃款雇佣水军诽谤他人。这一次，谁也救不了他。南音，你快看，这反转的比翻书还快！网友们真是神通广大，把陈浩以前那些见不得光的招生海报全给刨出来了，还保路，还内部渠道，看他现在还怎么装艺术大师！警察同志，我真的是被逼的啊！我一个农村女人懂什么？被胁迫，那请你解释一下这些聊天记录。陈老师关系硬，省里都有人，名额不多，晚了就没了，想办就先打定金。这字里行间，你诱导的挺专业，哪有一点被逼的样子？芷芷，你可别真喜欢上那个陈浩，他大你那么多，又是个二婚头，他就是咱们母女的跳板。妈，你竟然是这么想的，你害死我了！我害你？要不是你当初贪图陈浩给买的那些名牌包，非要跟他搞在一起，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你不仅贪，你还蠢！要不是你到处收钱留证据，咱们能被苏南一锅端了。处理结果出来了，林芷因参与诈骗和网络诽谤，正式立案调查。他妈更严重，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这回这母女俩谁也别想保住谁了。机票订好了吗？不管多贵，只要是去边境城市的，马上给我订。陈哥，现在到处都在查你，这钱我真不敢帮你转。别废话，我账户里还有最后一笔钱，只要我出了境，少不了你的好处。一群没天赋的垃圾，画的这些废纸也就这点价值了。别动！警察，陈浩，你涉嫌非法转移财产和销毁证据。滚开！别碰我没大电脑，这是我的艺术资料，这是我的命，那是我的心血。你们这是在谋杀艺术家，你们不能毁了我的前途、我的名声、我的画、我的一切。你的前途，陈浩，你的前途是你自己亲手毁的。看他那副样子，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呢。他不是艺术家，他只是个被贪婪吃掉的寄生虫。好，我明白了，谢谢法官。离婚案可以开庭了。南一，是法院的电话，陈浩的事儿有进展了。法院通知，由于证据链完整，陈浩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也正式进入了侦查阶段。开庭好，开庭好。可陈浩那种人不会老老实实认罪的。南一，虽然咱们手里握着转账记录和录音，但陈浩这种人到了法庭上一定会困兽犹斗。接下来的法庭博弈不仅是法律的较量，更是一场心理上的硬仗。硬仗，那就打。为了看陈浩伏法，这一天我已经等得够久了。这就是那个骗钱的陈老师，这副样子哪还有半点画家的样？以前不是总标榜自己是艺术家，说不该被俗世困住吗？这回倒好，直接被法律困住了。
现在宣布离婚案判决结果。经查并，被告陈浩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严重的出轨行为及非法转移财产事实，现法院认定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准予苏南英与陈浩离婚。关于财产分割，房产系原告苏南英婚前个人全款购买，产权公正清晰，判定归苏南英个人所有。陈先生，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权益，婚姻不是你实施诈骗的遮羞布，更不是你背叛之后用来医血的提款机。大姐，这婚总算离了，你怎么还哭了？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我闺女总算脱离火海了，这颗心总算能放进肚子里了。经查证，被告人陈浩以虚假招生、伪造名校推荐材料等手段数特别巨大，多次骗取多名学生家长巨额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罪，判处陈浩有期处罚金，并处杀。我的画是个艺术家。从你刻下第一枚假公章开始，你就已经给你的艺术事业画上死刑的句号了。撤销陈浩教师资格，列入教育系统黑名单，永不录用。南姨妈，你看这心术不正的人，迟早得把自己作死。学校开除他，画室被查封，这回他是一丁点翻身的余地都没了。南英，放心吧，在警方的努力下，陈浩被查封的资产已经开始变现。南英，多亏了你提供的证据，我那12万血汗钱终于追回来一部分了，孩子复读的学费有着落了。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公道。这是他该赔的。你们带孩子好好学画，别再被这种人耽误了。都怪你！要不是你贪得无厌，非要让我去勾引陈浩，我能被判刑吗？我才19岁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那是为了谁？我是听你的安排，看你拿钱拿得欢，我才帮你去收钱的。现在出事了，你反倒说我带坏你。聊天记录里全是你在诱导家长，流水也都在你账户里，你想让我一个人扛？你做梦！你那个直播录屏里亲口说苏南英好骗的时候，可没见你被我安排啊！安静，吵什么吵？别吵了。聊天记录、直播录屏、银行账户流水，证据确凿，你们两个谁也摘不干净。这出戏总算是落幕了，陈浩进去了，林芷母女也判了，真是大快人心。这不是戏，妈，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结局。苏小姐，这是您在巴黎婚纱馆定制的那套进口水晶相框，加急制作，刚才已经帮您确认过，请您签收。辛苦了。南印，这照片你还真去取回来了？南印，你要是看着赌心，妈这就叫垃圾分类的过来把他拉走，咱们不留这糟心玩意儿，看着他就想起那畜生。妈，为什么要扔？妈，你看，我那天是不是真的很漂亮？漂亮，漂亮！我闺女什么时候都漂亮。这照片留着，这就叫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等明天妈陪你去挑个更好的框，把你这一半挂上去。不用了，妈，空出来挺好。以后我要挂的是我自己亲手画的人生。屋里什么味儿啊？陈浩那这股子煤烟味儿，还有林芷身上那股廉价香水味儿，熏得我头疼。不行，我得赶紧把那些脏东西扫了，再喷点消毒水。妈，别忙了，不用收拾，家具全部换掉。换掉？南音，这可都是好家具，虽然脏点，但擦擦洗洗，换个罩子照样能住。重新装修得花多少钱啊？咱们现在的钱还得留着做事业，没必要这么浪费在这些死物上。妈，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当初装修的时候，每一块瓷砖、每一盏灯都是我跑遍了全城亲自敲定的。我想着这里是我的避风港，可后来呢？陈浩住进来，我迁就他的所谓艺术审美，改了背景墙，这里早就不是属于我的家了。他被那几个人弄脏了，从里到外都烂透了，所有沾染过他们痕迹的东西，我一件都不想留。行，听你的，妈陪你，咱们一件不留，全部扔出去。妈，这是我跟装修公司最后敲定的方案，全屋通趴柔光木地本，墙面换成奶白色。主卧那张宽得累人的双人床我直接舍弃了，飘窗打通，做成一个休闲阅读区。那陈浩那个特意打通的超大挨帽间呢？他以前总说那是艺术家的门面，改造成我的独立办公书房。以后次卧留给你，采光最好。我让人把飘窗加宽了，方便你养花种草。最小的杂物间打空做储物间，工作室的文件资料都能放。客厅的这些碍事的隔断全拆了，做成开放式，以后我在这会客或者办公都方便。看着你现在交代的这么清楚，妈这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半年前你天天围着陈浩转，连他晚饭喝什么汤都要问3遍，谁能想到你心里主意这么治？当初我总劝你多留个心眼儿，你次次都护着他，连我的话都嫌多。
我还以为你真陷进那死窟窿拔不出来了。现在想想，你可真能忍。妈，我不是天生就心思缜密。刚结婚那会儿，我是真的满心绵眼都是他。那时候我刚毕业，总觉得只要我足够温柔体贴，就能换来一辈子的安稳。他画画好，嘴又甜，随口几句情话我就当了真，对他全盘信任。你那哪是信任，你那是掏心掏肺。是啊，那时候我确实是别人口中的恋爱脑。他随口说一句画画累了，我能守着炉子给他炖一下午汤。他的学生夸他一句，我能跟着高兴好几天。你看这些，每个月雷打不动转出去几万块，备注全是美术耗材。什么样的颜料和宣纸，一个月能烧掉我半年的工资。我当时问他，他脸不红心不跳，说是给集训的学生采购顶级画材。后来有次我路过他画屋想送个饭，正撞见一名家长在走廊跟他歇斯底里。那家长吼着问他，交了5万块保路费，说好的美院内部巨额呢？5万，他这是诈骗啊！陈浩当时那副儒雅的样子真是演到了骨子里，他3言2语就把人打发走了，转头看见我还一脸厌恶的抱怨，说现在的家长真是无理取闹，总想走捷径，害得他这个搞艺术的一身骚。他可真能演，那你当时怎么不揭穿他？那天我趁他出去聚餐，翻遍了他的画室。妈，我在柜子夹缝里找到了一本手写账本，上面清清楚楚记着各个家长缴的集训费、保路定金，多则10几万，少则2、3万。那账本的时间跨度整整3年。整整3年，你这孩子，你当时心里该多难受啊！那时候我心里还残存着最后一丝侥幸，我没当场发作，是因为账本只有记录没转账佐证。你呀，就是太重感情，才给了那畜生反复伤害你的机会。是啊，后来我旁敲侧击地跟他聊虚假招生的风险，甚至明确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关掉那个私人集训班，钱的事我来解决，我可以出钱帮他清账，只要他安稳去公办学校教书。他怎么说？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懂艺术，说我是在限制他的事业。他说我这种家境优渥的大小姐根本体会不到他这种怀才不遇的人想出头有多难。他吃你的住你的，居然还嫌你这白眼狼。从那天起我就看清了，他心里从来没有这个家，有的只是那填不满的野心和贪欲。所以你后来的那些恋爱脑行为全是在演戏。我没有立刻摊牌，是因为我需要时间，我不想打草惊蛇，我要让他觉得我还是那个好糊弄的废物。那段时间我悄悄找了律师咨询婚内财产保护，联系了最靠谱的助理，我搭建了整整1年的取证渠道，本想等证据拿够了，选个合适的时机跟他和平离婚。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不仅贪财，他竟然胆大包天到直接把情人和情人的妈领进我的房子里。他想登堂入室，想让我腾位子。既然他把火烧到家里，那我也不能放过他了。南音，那段时间妈看着他们母女在这屋里横行霸道，天天欺负你，我这血压就没下过180，好几次我都要冲过去跟他们撕破脸了，你总是死死拉住我。我当时还在心里气你，怪你委屈自己，怪你没出息。妈现在才明白，你那是诚心的。妈，林芷进门的第1天我就看清了他，他抱着我哭，说父亲逼他进厂，可他那个旧帆布包瘪瘪的，连半本书的轮廓都没有，哪像个来备考的学生。他故意露出胳膊上的淤青装可怜，可他的眼睛却1秒都没离开过陈浩，甚至他进门先打量的是这房子的装修，然后是我的戒指。那种眼神不是学生对师母的尊敬，而是猎人看中赃物的贪婪。陈浩还在我面前演那出戏，非要霸占我的书房给他住。那一刻，我对陈浩最后的那点侥幸彻底没了。他想要书房我给他，他想要演戏我陪他，我索性顺水推回，布下这个瓮中捉鳖的局，等他们自己钻进来。南音，看守所那边又打电话过来了，陈浩死皮赖脸的申请会见你，说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当面沟通，这已经是这周第3次了。那种男人还有什么好见的？他那点肠子我还能不知道？无非是看自己要判了，想求你心软，出具一份谅解书，帮他减轻刑刑。南音，咱们听妈的，别理他，没必要再和他产生任何牵扯。我去一趟。你还嫌被他害得不够？我去是为了把最后那点念想彻底卡死，去把所有话说清楚，斩断最后一丝牵连，省得他在里面还抱有幻想，以后反复纠缠。放心，我会带上律师一块过去。南音，你终于肯来见我了。这段时间我在这日夜反省，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原谅？陈浩，我们已经离婚了，判决书你收到了，关系彻底解除，就不存在原谅与否。你找我，我的律师全程在场，所有对话都会录音留存。离婚是你逼我的，
如果不是你步步紧逼，当众在社区拆穿我，把我送进这种地方，毁了我的事业和名声，我能走到这一步吗？我们在一起5年，5年的感情，你说斩断就能斩断？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狠心？陈浩，你竟然有脸提这5年？你把林芷带回家，联手他妈算计我婚前房产的时候，你想到5年感情了吗？你用虚假名额诈骗那几10个家长血汗钱的时候，你想到夫妻情分了吗？你半夜和情人在我的主卧私会，随手打碎我们结婚照，甚至私下转移我新赚的钱去供养那个第三者，拿着那些家长的救命钱挥霍享乐。那个时候，你心里有过1秒钟的感情吗？我是一时糊涂，南音，我是被欲望冲昏了头，是林芷母女刻意引诱我，我只是没守住底线。那些诈骗的钱很多都是林芷妈主动对接的，我只是被动配合。我是从犯，他们才是主犯。只要你愿意出具刑事谅解书，我的刑期就能大幅缩减。等我出去，我一定好好弥补你，咱们重新开始，我再也不犯错了。谅解书，我绝对不会签。那70多万是无数普通家庭攒了半辈子给孩子铺路的积蓄，有的家长至今还背着债，有的孩子错失了艺考机会，一辈子被毁。你的过错伤害的不只是我，还有几10个家庭，我没资格替那些受害者原谅你。陈先生，多名家长已提交完整控诉，证据链非常完整。即便苏女士出具谅解书，你涉嫌的诈骗数额也足够让你在里面待很久。说到底，你就是嫌弃我没钱没权了。当初跟我结婚，不就是看我有艺术天赋吗？如今我落难，你立刻翻脸不认人。那房子是我们婚后的家，我负责了那么多年开销，你凭什么独吞房产？一点补偿都不给我！陈先生，婚前财产公证，全款购房记录都在这儿。至于你说的日常开销，法院已核实，全部来源于你的非法诈骗所得。另外，你传给林芷的那8万7，法院已判决你全额返还苏女士。苏南音，你别得意，我手里有你以前咨询离婚、悄悄取证的记录，你早就在演戏了。你假装恋爱脑蒙蔽我，你这是婚内续戏布局，坑害我。那是法律赋予我的合法维权权利，你违法在先，我自保在后。你要是想散播谣言，律师会直接提起名誉权诉讼，届时会加重你的处罚，你可以试试。南音，婚礼上我说要护你一辈子，那些承诺难道全是假的吗？我在这儿每天都在后悔。承诺是你亲手撕碎的，以后事宜由律师对接，你不必再联系我，我们此生不必再见。苏南音，你别走！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我不会放过你的。南音，他刚才在那儿发疯威胁你，妈听得他真的出去乱造谣，他自身难保，没有机会了。就算他真的折腾，证据都在我们手里。我心里最后那点挂盖也没了，以后再也不用为这种人费神。苏女士放心，刚才的会见录音我会存证，如果他敢有后续动作，我们直接报案。被告人陈浩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其非法所得全部予以追缴。被告人林芷母亲作为协同诈骗主要从犯，判处有期徒刑敲诈邻勒索罪，数罪并罚。法官，我是被冤枉的，我什么都不懂啊！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肃静。被告人林芷协同参与诈骗及网络诽谤，念其作案时未满20岁，且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母女2人需与陈浩共同承担对受害家长的连带赔偿责任。南音，这屋子重新装了之后，那股陈年霉味儿总算是一点都没了。我为了这个家放弃工作7年，省吃俭用照顾老小，结果他在外面悄悄转移了所有房产存款，还和那个3儿生了孩子。他骗我签了那份1分钱拿不到的协议，威胁我说离了他就得饿死。苏老师，我连打官司的钱都凑不齐，我该怎么办？先喝口水，看着我的眼睛，不要否定自己。你这7年的家务和养育同样具备法律意义。婚后他的所有收入，哪怕是给那女人买的1根口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份协议是他在欺诈和胁迫下让你签的，我们可以申请撤销。妈，帮我联系一下林律师，告诉他这个案子我们要申请公益法律援助。看着他，我就想起半年前的你。南音，妈真没想到，你经历了一场这么糟心的婚姻，没把自己锁起来，反倒愿意帮这些苦命人。妈，当初我孤立无援的时候，多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很多人不是没能力，是现在自省里出不来，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才会被背叛。我想告诉他们，遭遇算计不是女性的错。
与其委曲求全，不如拿起法律这把刀。南音，都几点了，还整理这些？白天接待那么多案子，晚上还要研究，看了这么多恶心的事儿，你是不是对感情彻底死心了？妈，死心的不是感情，是盲目的依赖。见过那么多案件，我反而更清楚健康的关系该长什么样。我不排斥未来，但我不再把谁当成生命里的天神。我有事业，有你，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至于爱情，有，那是锦上添花；没有，我苏南音依然是这间屋子的主人。